嗨，baby 们，我是你们的挖米小甜。今天我要吐槽的是玉龙，我真的是大受震撼，房子塌了。游戏打和 YTG 也太惨了吧，要连续遭受2次重击，感觉这部剧就是增加龙的空镜素材1集，为惊喜者增加最新的素材。玉龙的原 IP 其实是晨光游戏逆袭之星途闪耀中女主角苏成和男主之一严楚飞拍摄的电视剧，剧情非常感人，很受欢迎。小丫鬟刘莹和龙王大人3生3世的虐恋，作者 YTG 还单独做了一个剧情版本。逆袭玉龙在 B 站也是有些热度的，逍遥散人做过解说视频。龙王大人尉迟龙彦的人设就很酥，一看领会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大家比较心仪的演员对象，比如说有现成的龙润玉、赵丽颖和罗云熙版的混剪视频播放量也非常的高。我比较心仪的对象是刘雪艺，我甚至已经找好了代餐。你看这个造型是不是很像龙王？女主去世之后的代餐 get， 浅色头发的也有，刘雪艺白头发也好看。而到了剧版，龙王大人是王鹤棣。为什么？而且他一出场就是裸男出狱啊 ，My eyes！ 这哪里是玉龙了，这他妈的是玉猴吧！王鹤棣的尉迟龙彦再次增加了古装丑男的浓度1级，抵制长脸男明星演古装美男。你们顺便可以截一下图，说一下你们都截到了谁 ？SOS！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眉毛变成了这个样子，而且这个白头发也太劣质了吧！他丑到，然后在其他国偶里面最多帅个小帅哥，在这部剧里硬生生被他衬托成了绝世美男，而且男二反而更像龙王大人啊，有木有？当我想要谴责造型老师的时候，发现书画老师疑似和伤痕令的是同一个人。看着工具的白发，是看人。造型丑可怕，演技烂更尴尬。王鹤棣的演技为他那可怕的造型雪上加霜，他的演技差到我原谅了《逆袭之星途璀璨》里的玉龙片段，我当时还嫌那个版本劣质。而且讽刺的是，游戏里的严楚飞被老前辈教育，演戏的时候不能光想着自己好帅，你要演出对女主角的深情，要带入角色的情感。严楚飞 get 到了，而现实中的王鹤棣没有 get 到。我们做视频自媒体吐槽明星演技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人你是胡乱截图，他的演技没有那么差你在断章取义。对这些杠精我还要辩论一番，但是王鹤棣我完全不用解释，因为他的表情根本就没有动过，宛如木头成精了。欢迎他加入玉门龙陈学冬的 AI 机器人演技派，我感觉他就是个会动的人形立牌，从某种意义上他还挺还原的，还原了纸片人的纸片属性，像个纸片一样，全程都一个表情。和小兵打架，小兵偷袭他，他缓缓上升，这个宛如 PPT 式的拼音笑说。而女主的感情线更是一塌糊涂，言情剧里男主只要稍稍表现的深情一点都能圈粉，比如女主捡到妖怪男主，男主现出真身，这应该是一个心动的场景，哇，男主好帅好撩。剧版和女主说话的时候，80%的时间都在演盲人，时常就是双眼放空，没有焦点。不小心被女主亲到，这里应该演出心动的感觉。他有口臭，女主不小心整到他的身上，他心动。哇，这真的不是一个立牌吗？他看见女主被打，赶过去救人家，公主抱。打怪的时候，打完怪落地的时候，他脱衣服，女主帮他疗伤，祝绪丹都演出了那种小女子的娇羞，而他得知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和女主在一起，要另娶他人。最无语的是3段打戏，3种不同的情境，他演的一毛一样。刘莹难产，随时都有可能狗带，他赶去地府要救人抢东西，跟前几次的演法一样，还在那里不紧不慢的凹姿势耍帅 ，SOS 都看不出他在紧张女主。你知不知道我最恨你像个石头一样？真的，我第一次看一部剧，希望男主的人形不要出来，特效小蛇的演技都要秒杀你好吗？人家真的 AI 的表情居然比你的还多，散人解说都比他有感情的多，散人当时王玉龙的时候还感动的哭了。尉迟龙彦的人设是很酥，守了刘莹3生3世，痴情专一，恪守难得，这种小妍的设定演好其实是非常圈粉的，结果名场面诠释的一个比一个拉垮。男主虽然霸气，但是比较呆萌，不通人情世故，有个反差萌小丫鬟救了他，他要向女主报恩，说自己看戏本子，报恩要以身相许。剧版
游戏里的经典告白场景，既然你叫刘英，那我就赐你漫天流萤吧。剧版。这段看到我真的是刹那起又放下，最拉垮的是这里，游戏里男主看着所爱之人另嫁他人，这段虐戏达到了一个巅峰，感情层次有很多。龙王最后忍不住了，停止时间，想再看看女主，看到心上人伤心的流下了一滴泪，想知道对方是不是为自己而流的卑微，最后深情一吻，还有深深的嫉妒啊，好虐！剧版暂停时间走向女主，这算是王鹤棣唯一的演技巅峰了，结果直接接了个吻就完事了。看他这个演技，我为后面的西南联大和灿烂绝感到深深的担忧。男女主感情线拉垮到什么地步呢？我已经磕起了男二女二的 CP， 现在是流行副 CP 写的好吗？而且设定也很好磕，就是阴间公务员和活泼小妖精，经典到不高兴和没头脑，歌主冷心冷情，鸟要笨手笨脚，初见小鸟冷漠无情，头也不抬就要杀了他。两人对视之后，后面真香，他俩应该是前世有姻缘。男二看到女二头上的流星痕会头痛，脑子闪过回忆，后面剧情说他喝下了万情水之类的东西，这种恋人忘记前程，两人重新相爱的设定啊，他好爱啊！本来是冷酷无情、断情绝爱的，看到别人为爱发疯，感到迷惑，觉得人家是大傻子，为他后面飘飘打脸的为爱发疯、追妻火葬场埋下了伏笔。作为一名认真守法的公务员，他在龙王和小鸟的恳求之下破了规矩，自罚受伤，躺在床上。小鸟知道之后特别内疚，发誓说我以后绝对不会走了，并表示你人真好，谢谢你放过女主。但是阁主直男属性爆发，说我没有打算放过女主。小鸟生气的飞走了，阁主怅然所失，委委屈屈。啊，他好爱啊！把花店那里拍的也特别心动。啊，他好爱啊！可惜的是，男二有点面瘫，反正起码比男主好。女二有点聒噪，不然会更加好磕。还有男二这个气质，好像病娇黑莲花木生，有没有太太？想看他和小田的拉郎。黑莲花攻略手册混介绍，总结一下玉龙的失策点：首先选角大失误，祝绪丹比较符合王鹤棣，古装你没救了哥，现代小帅哥适合你。男女主缺一不可，一个拉垮全都崩了。这种古偶剧没有 CP 感，那就死定了。男主太过拉垮，导致我完全磕不起来，我甚至磕起了原创的男二女二 CP， 希望剧情赶紧注水。其次就是游戏玉龙凑起来剧情大概3个半小时，撑死5、6集，一下子被改编成36集的电视剧，那肯定就要注水加剧情。原创的副 CP 线以及男女主的戏份，玉龙的原剧本还有被魔改的征兆。片方向 YT 君征询了意见，原作者 YT 君看了部分剧本之后眉头一皱，又有被魔改了，所以就给了个大纲意见。评论区有人说希望不会变成下一个逆袭预言家啊！我看了前8集的感受就是主创团队根本就没有 get 到玉龙的看点。玉龙这个故事好看在哪里呢？首先是配角逆袭，刘盈是一个小丫鬟，小丫鬟也能有春天。结果剧本出来，丫鬟的衣服反而比小姐的还要精致，而且你说丫鬟穿成这样怎么干活啊？一点也不考虑角色的设定，好出戏啊！真丫鬟出来的时候，我更加出戏。为了给男女主创造互动，强行让丫鬟住在豪华单间，而且丫鬟好几天不在府里，真的带就补。龙王的人设也有点崩。玉龙的精华是什么？虐啊，不虐不玉龙。第一是小姐确实是救了男主，对男主有恩，但是贴身照顾的是丫鬟，男主把丫鬟当做救命恩人掳走了，小姐跑出来找女主，结果遭遇狼妖。男主为了救小姐，不小心现出真身，伤到了她，小姐狗带。小姐对男女主都有恩，男女主对小姐都有愧，男主不得不娶了小姐，这是因缘际会的，无可奈何。剧版，哎呀，我们的男女主怎么可以做错事呢？一定要完美，所以电视剧的小姐就是一个工具人，弱化了她救男主的细节，对女主的关爱也就少了，两人姐妹情深的片段也少了，都是女主单向的输出，而且直接把锅扣给了地府。小姐是被地府逃出的妖怪所伤，男主看女主上心就去救小姐，地府公务员威胁男主，你必须要娶小姐。站档换我是男主，我一脸问号，关我屁事啊？为什么要我娶一个陌生人？我可以另找办法呗。游戏里面就是因为男主欠了小姐，再加上刘盈会死，无可奈何才答应了地府的条件。而且我始终觉得刘盈和龙王第一世的 bad ending 是因为刘盈是个丫鬟，她始终自卑不自信，龙王爱上了自己，再加上两人本来就在暧昧期，赠你漫天流萤之后就被深深拆散了。虐点就是龙王在刘盈出嫁之后才完全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她，刘盈经历3
世，到了第3世，他才知道龙王原来一直默默的守护自己。最后两人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又 bad ending 了。双方明明相爱，却爱而不得，不能说出口，这才是最虐的。结果剧版加了很多工业糖精，工业糖精不可怕，谁难看谁尴尬。剧版第1世两人各种情侣的事情都快做完了，都快亲上了，都如胶似漆了，而且两个人的互动非常刻意，各种甜甜的片头的堆砌，懂不懂什么叫做暧昧啊亲亲？懂不懂得营造细水长流的感情？最后男主来了个急刹车，对不起，我要娶小姐了，女主还含泪祝福我。刘仪的人设也非常的单薄，因没有铺垫他和小姐老爷的深厚感情，显得他后面的饭手成全很草率。对这部剧我只有2个字：垃圾。原 IP 其实是有潜力的，男主人设很酥，也有一定的原作基础，虽然有一定的年代了，但是主要选角选对了，不魔改，就算不大爆小爆一下还是可以的。可惜呀，选角不对头，名场面也没有搞好，真的是气死我了！你对玉龙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关注哇哇哇妹，哇妹在这里等你哦。